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室友生日 party 在我家的5星级酒店举行，可他嫌我穷，没邀请我，还在那天和我男友官宣了。在酒店碰见，他挽着我男友的手，阴阳怪气，怎么我都没邀请某人，他还舔着脸过来。谁知他天天吹的有钱哥哥跑过来，对我毕恭毕敬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室友宁玉举办生日聚会，地点是本地最大的5星级酒店，他给专业90几个人全都发了请帖，除了3个人，我和我的2个好朋友，集群热闹的不行，都在恭维他。宿舍也是吵吵闹闹。哇，伯利盛典酒店，5星级大酒店，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么高档的酒店，多亏了宁玉，我们才有机会去这么高档的地方。是啊，有生之年竟然能体验豪门生活，宁玉家里好厉害。宁玉开口，没了，我跟着我爸从小出入这种场所都习惯了，我戴着耳机在看书，却也没法阻住这堆人的叽叽喳喳。你们讨论能不能小点声，吵到我了。声音小了一些，却有人故意道，宁玉不就是没请他吗？用得着这么酸吗？对呀，语气也太酸了吧。不过我说，乔维你长这么大，听说过伯利盛典吗？这5星酒店我熟悉得很，这酒店是我老爸的金玉集团旗下的品牌。我如实道，我家开的。果然，这话一出，他们哄堂大笑。宁玉冷笑着问，笑死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另一个舍友张亚配合道，当然有好处啊，笑死我们之后他就可以不用酸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心里不住的发笑，在我家的酒店举办生日聚会，还说我酸。这时我爸打电话给我，宝贝女儿，爸爸周6在伯利有个晚宴，你想不想去？我想去。我刚说完，就看见几双眼睛看向我，不想别人听着讲电话。我去了阳台，我爸说，行，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过来哦，要几张邀请函，我叫人给你送过去。3张吧，我2个好朋友，还有我男朋友。哟，男朋友都带来了啊？到时候你给他引荐几个优秀的人，他很优秀的。等我回到宿舍，宁玉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，想去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你就直说，不丢人，还躲到外面去讲，没必要。我愣了下，很想笑，估计他们以为我说的我想去，是我想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。他狂了2年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认清现实。张亚还在自顾自地继续，都是同班同学，又是同一个寝室，说不定你说点好话，玉玉心软就带你去见识见识。宁玉也不是没可。我打断，得了，别自作多情了，净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害不害臊？宁玉愣住，反应过来后，他死死瞪我。张亚赶紧道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让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去吧。刚上大学那会，我帮好友转发了个拼多多砍一刀链接，被宁玉贴上了穷的标签。我也懒得解释。高中时，因为全校都知道我爸是给学校捐过2、3栋楼的人，我被对门职校的混混拦路打劫过，当然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。我爸怕我再有这种事，在上大学前叮嘱我，非必要的时候千万别露富，要低调行事。所以别人觉得我穷这件事，我其实比较无所谓。不过真正让宁玉处处阴阳我，看我不顺眼的原因，估计还是因为他军训时捧花表白喜欢的男生，结果转头男生拒绝他，
转头借花献佛，跟我表了白。我当然拒了，都不认识这男的。可宁玉很不服，他觉得自己明明给这个男生送这个送那个贵重物品，最后反而被我这个穷人给捡了便宜。私下说我明知他喜欢那个男生，我还故意勾搭，戏多到令人发指。那之后，他到处利用自己白富美的人设，蝇头小利拉拢人心，搞小团体孤立我。我无所谓，也懒得花时间刻意去发展什么人际关系，有必要吗？我爸安排我认识的叔叔伯伯，我都认识不过来了，还大学同学，大学毕业后估计就再也不会见了。Who care？ 此时此刻，宁玉在集群里阴阳怪气，说什么宿舍有酸黄瓜，某人柠檬精转世，羡慕嫉妒恨，仇富的人真的好讨厌，等等言论，煽动路人对我掀开一轮又一轮的嘲讽，没有点名道姓，却相当于跳到我脸上舞了。呵，我不会一直这么佛系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宿舍空气有些浑浊，我收拾了下，去见我男朋友顾影峰。他是我当年入学时主动帮我搬行李的学长，现在大4了，长得帅，绩点高，优秀又上进。亲爱的男朋友，你周6晚上有没有空？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满心欢喜，看着顾影峰这张帅脸，心情净化了许多。周6啊，我刚好那天没空，周日可以吗？为什么啊？你周6要干什么？面试。他迟疑了片刻，才说：真的假的？你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哎。我周6想带你去我爸。他忽然打断我：乔伟，我不想骗你，其实你室友宁玉邀请我去他的生日聚会，我得抽空参加一下，周日再陪你好不好？我顿时手脚发凉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难道不清楚他是怎么对我的？宁玉和我不对付，顾影峰不是不知道，相反，他是最清楚不过的人了。我之前没少跟他吐槽，而顾影峰经常开导我，说我不要和这人计较，让我不要生这种人的气，否则会变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顾影峰所说的不计较是这种不计较。我知道你讨厌宁玉，但是私人感情和公事要区分开来，宝贝。我有点生气，你别叫我宝贝，我不是你宝贝。他越说越急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想因为私人情感就错过了这种拓展人脉、融入上流社会的机会。乔伟，你理解一下我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发现我有些看不清这个男人了。那个在我眼中清风霁月、心怀赤子之心的男生好像不见了。我说，凭借你的实力，也是能够就走正常程序进大公司的啊。你这个年纪你还不懂，我要的不只是门票，我要的是快速往上爬的机会。我想带你去见我爸爸，也许他可以帮你呢。那一瞬，我看见顾影峰眼底闪过的不屑，他皱眉：乔伟，别闹了。宁玉说他哥哥也会去，我是为了我的前途才答应的，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？言下之意是让我别挡道，不然就是不懂事，耍小孩脾气。他还牵着我，温度明明还是我熟悉的，可我却感觉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。我本来打算想跟他说我爸是金玉集团老总这件事，现在我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。我默默放开他。OK， 你要去就去吧，我不阻拦你，你尽管去拓展你所谓的人脉吧。晚上，家里司机打电话来，司机说他到了，送来了周6晚宴的请柬。我收拾了下心情，然后和我好友丽丽一块出门去找司机。司机开着我家最低调的那辆保时捷，给我送来了3张和黑金色请柬。我不需要邀请函，因为我一般直接刷脸进。转了个弯，
丽丽用手肘使劲戳我，我顿时如坠冰窟。不远处，顾影峰和宁玉说说笑笑的朝我们这边走来，两人的手背还时不时碰到，距离颇为暧昧，如同即将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前兆。而且顾影峰脚下穿的还是我七夕送他的那双限量版球鞋，可他穿着去见了我最讨厌的人。看见我，顾影峰脸上笑意凝固住了。我还记得我对他说过，我最喜欢他笑起来的模样。他还跟我承诺，你这么喜欢我笑，以后我只对你笑。可这一瞬，有什么在我心底坍塌。我看着顾影峰，聊得挺开心的啊。乔伟，你先回宿舍吧，我和宁玉只是商量点事。顾影峰，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啊？丽丽看不过眼，穿着伟伟买给你的鞋子去见别的女人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宁玉在一旁看戏看够了，忽然歪了歪头，模样天真道：你们别误会哦，乔伟，顾学长对你好好的，为了争取给你也参加我生日 party 的机会。他说着，拿起手里的奶茶晃了下，还特意给我买了喜茶哟。你要体谅一下学长的良苦用心呀。我盯着顾影峰好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其实从他沉默着不朝走过来第3秒开始，我已经对他彻底失望透顶了。现在半个字都不想多说。你的生日 party， 我根本不 care， 别来恶心我。说完，我拉着丽丽离开了。一直以来，我知道顾影峰家境一般，所以连奶茶他也只给我买过蜜雪冰城，可他却给宁玉买了喜茶。一定不是我太脆弱，可我的眼眶怎么就突然就开始泛酸。我仰起头，拼命告诉自己不值得，这种人真的不值得。我撕掉了最后一张请柬，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给顾影峰发最后一条消息：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深夜，宁玉赶在门禁之前，春光满面地回到了宿舍。张亚兴致勃勃迎上去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不是说跟男神约会了吗？拿下了没有？我想起前些天，宁玉每次回到宿舍，都会说她和她男神去了哪里散步，聊了什么。可我到今天才知道，这个男神就是顾影峰。原来他们不是早就见过很多次。我像个傻子似的被蒙在鼓里。宁玉不知道呢，不过我亲了他，他没说什么。你们说这是拿下还是没拿下？我呼吸猛地一滞，一种恶心感涌上来，手机震动，顾影峰回了我消息：乔伟，有时候人必须达到目的，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，还发了个么么的表情包。所以他亲你你不躲，也是你的牺牲。他是一边为了什么人脉资源巴结着宁玉，还要一边让我理解你对你不离不弃。你怎么不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？真把自己当香饽饽了。过了很久，顾影峰都没回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接二连三发来消息，而且还是语音消息，以为他是要说一大堆挽留的话。结果，乔伟，我真的受够你了。你能不能学学宁玉？他即使和你有私人恩怨，但最起码他没迁怒到我身上，还大方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。而且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宁玉针对你的话，为什么他唯独针对你，不针对其他人呢？你难道就不会自我反思一下吗？本来宁玉跟我说你不好，我还不信。现在我才发现他说的是对的，你没有公主命，却有公主病，清高又自以为是，分就分吧，微信互删，就是以后你别后悔。我直觉得悲哀又可笑，又有些庆幸，在我介绍他给我爸认识前，我看清楚了这个男人。我后悔，这两个人以为他们是谁啊？我把他删掉了，可这并不意味着
我就这样放过他们了。好友群里，我的2个好友肺都气炸了。你还没跟他说分手，就敢这样了？他这样就是脚踏2只船。我拍了那对狗男女的照片。乔伟，你把你们的聊天记录发过来，我要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论坛出道。我忍着怒火，不，先别这样。他们不是去我爸酒店开生日 party 吗？那么明天我要让他跳得多高，就摔得有多惨。至于顾影峰，他很快会知道自己从头发到尾就是个笑话。宿舍里的人还在讨论宁玉的生日聚会要穿什么礼服，很是聒噪。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有点累，我直接叫司机来学校门口接我。宁玉故意叫住我：“哎呀，乔维，大晚上的你去哪儿啊？住酒店可不安全哦。”我吐出一个字：滚。坐在我家的迈巴赫车上，宁玉挑衅似的给我发微信：“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就有用啊？我告诉你，男人都是很现实的。”你也知道我长得比你好看啊，挺有自知之明的啊。宁玉，呵呵，你除了这个，你还有什么？我哥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，而且和金玉关系非同一般，还能给他事业上的帮助。而你呢？无权无势无钱，你能给顾学长什么？我当小三还被你当成光宗耀祖的事了是吧？你说我小三也好，小四也罢，朋友，这个社会比你想象的残酷得多。你说的都对，我祝你们渣男贱女百年好合，锁死。顺便把这几张聊天记录截了个图。既然他这么想显摆，那么他生日那天，我没理由让他不出风头。爸，你那辆买给我的劳斯莱斯，钥匙放在柜子哪个抽屉？我走进去，就看见客厅坐着不止我爸，清冷金贵的男人坐在皮质沙发上，手臂上低调奢华的表盖上泛着淡色光芒。他视线不冷不淡地扫过我：“宁叔叔。”我赶紧跟他打招呼，他对我笑笑。我爸欣慰地点头，终于不让你的劳斯莱斯在车库吃灰了。在倒数第1格抽屉，晚上我在我家几百平的玫瑰庄园放空纳凉，月光皎洁，手机突然震动，竟然是顾影峰发来的短信。我必须强调一件事，虽然宁玉家境比你好很多，但我和你分手的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些外在因素，而是我们三观和性格都不合。我顾影峰向来行得正，坐得直，绝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性子。好了，你不用回我，我真的会笑。你是因为什么都与我无关。好友小群里，我的朋友们都呕了，他真的好贱啊！此地无银300两吧？这是。我以前还说过想找他这样上进优秀的，现在我只想优。我在好友小群说，那我们就来浅浅期待一下，他到底是不是嫌贫爱富喽？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一转头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灰色西装裤下包裹着长腿，宁艳里走到我身边，嗓音低沉磁性：“谁欺负我们家小公主了？跟叔叔说说。”第2天，我换上前不久定制的春夏高定礼服，背上爱马仕，去车库开了我爸买给我的那辆劳斯莱斯，盛装出席伯利晚宴。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门口，我遇到了浩浩荡荡的来给宁玉庆生的同班同学们。同学们看见我，有意外，更多的是惊艳。看来我爸请来的顶级造型师确实有2把刷子。相反，宁玉眼影浓重，穿着亮片抹胸裙，艳是挺艳的，但是很俗。瞥见我时，宁玉脸色变了一瞬，却很快得意扬唇：“怎么，我都没有邀请某人，还舔着脸过来啊？”刚好他说完，顾影峰走了过来，
他看见我也意外了一瞬。乔伟，他手腕上还多了个卡地亚手表，他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不嫌贫爱富的言论，默默地拉下袖子遮住。宁玉顺势挽住了他的胳膊，下巴微抬。既然你不请自来，那我也介绍下，这是我男朋友顾影峰。我对你的事不关心，而且我微笑，麻烦你自己看清楚，这地方是你的生日 party 的场地吗？旁边女生转头看了下，说：哇塞，伯利金池晚宴，上次我在新闻上看见过，听说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能参加，乔维他们总不可能是来参加这个的吧？丽丽出声道：我们就是来参加这个的玩，谁稀罕你的什么 party 啊？说完，我们转身朝着入口处走去，身后是宁玉不屑的声音：笑死，他们怎么可能进得去？恰好这时，晚宴门口的服务生认出了我，他毕恭毕敬地朝我鞠躬：乔小姐这边请。我都不用拿什么请柬，带着好友畅通无阻地进入了。宁玉神色讶异了瞬，下一秒他就志在必得，当即也迈着步伐想进来，却被服务生伸出的手拦在门口：请您几位出示一下请柬。宁玉脸上一僵：请柬？没有。服务生程式化的笑容变得冷冰冰：那不好意思呢，您不能进去。宁玉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刚才那个女生没请柬都能进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你让这种人浑水摸鱼。服务生：乔小姐和你不一样，她是我们的贵宾。张亚指着宁玉说：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宁玉是谁？服务生微笑脸：不知道，没见过，也没听过呢。宁玉和顾影峰表情皆是一僵，有同学的嘴巴已经成 O 型了。服务生说完，转身招呼其他贵宾们，不再理会这群人。一旁身着名贵礼服的小姐姐进去时瞥了宁玉他们一眼，掩着嘴轻笑出声：真是丢人现眼。宁玉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她还是极力保持着面上的微笑，转身道：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哥说要给我几张请柬，谁让我还要举办生日聚会呢？所以我说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顾影峰被他挽着往回走，却频频回头向晚宴方向张望，有被笑道。进去后不久，丽丽把群里的消息给我看，乔伟好牛啊，他竟然可以参加伯利的晚宴，听说那是社会名流才能参加的，感觉他不简单啊。张亚道：说不定是进去做礼仪小姐的呢，真的是，这年头大学生兼职不是很正常。同学，可是他穿的礼服好像是高定的呢，包包也是爱马仕啊。宁玉出声：这年头租这些东西又不是不可能。张楠：就是啊，宁玉家里有很多这种高定礼服。丽丽在里面发：是吗？有那么多的话，那今天她怎么不穿出来呢？群里突然有些静默，还有个大聪明发了个疑惑挠头。JPG 的表情包，一堆人也跟着发着表情包。乡下人的目光。JPG 土狗在土里不敢说话。JPG 一下子接受不了吧？我2下子就接受了。JPG 宁玉才发：好了，宝子们，我向来低调，就一个生日，没必要像某些人那样打扮的公主似的。丽丽笑趴在我的肩：她低调吗？她就差全校我最有钱写在脸上了。潜水已久的我冒泡，领了这个夸奖，谢谢你夸我像公主哦。有人说，虽然但是，乔同学今天确实漂亮，难得这群人今天眼睛雪亮。这时，顾影峰又给我发来短信：乔伟，你在伯利晚宴上兼职当礼仪小姐，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脸发短信给我。
最搞笑的是他接下来的是这一句：今天是宁玉的生日，我希望你识趣点，做好你的工作，不要惹得他不开心。你捧好你家千金小姐的臭脚就行了，社会上的事情少打听。说完，我直接拉黑了他的手机号。而另一边在集群里，张亚正在转移话题。我偷偷跟你们说件事，本来玉玉低调不想说的，他爸爸给他买了辆车当做生日礼物呢。哇塞，什么车呀？张亚，现在还保密哦，给个小提示，是白色的哦。不过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一辆崭新的白色劳斯莱斯哦，嘿嘿嘿。对，我也看见了，我当时还远远地拍了张照片。宁玉能不能把送劳斯莱斯的爸爸让给我？呜。我看着这些聊天记录，真的有被笑到。他这生日 party， 难不成人人都捧着个手机在水群？而且这同学拍的照片，不就是我今天开来的那辆劳斯莱斯吗？笑死！他们竟然说你的车是他爸买给宁玉的生日礼物，而且宁玉不说话，好像就是默认了。他怎么敢的？哈哈哈！急什么呢？这只是开胃菜呢。笑着笑着，我插了块精美的小点心送进嘴里，忽然就对上了宁艳里的眼睛。他举起手里的红酒杯，在空中与我轻轻撞了下。成熟英俊的男人，像是上好的红酒，香醇迷人。今天你心情看着好很多了。我对他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当然，心情非常舒畅。刚才被拦在门口的是你那个前男友。我抿了抿唇，对，他配不上你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宁艳里在我眼中，从来都是在生意场上运筹帷幄、杀伐果决的商人形象。他比我大7岁，却是和我爸爸是一个辈分的，从来没想过他会对我说这种话，我心头莫名有些荡漾。哈哈，叔叔说的有道理。我爸从台上发表讲话下来后，我挽着他的手，跟着他去和他的生意伙伴打招呼。空下来后，他问我：维维，不是说要介绍男朋友给爸爸认识吗？我眼神一暗，不用见了。他嫌我没权没实力，说受不了我的公主脾气，跟我分手了。我爸脸色顿时冷下来。我家里从小宠着惯着的小公主，怎么就有公主病了？是啊，她投奔另一个有钱女同学去了。她前段时间给我们家公司集团总部投了简历呢。我爸立即唤来总助、董事长。什么事？吩咐总公司和分公司人事部留意一个叫顾影峰的年轻人的简历，无论面试现在进行到哪一步骤，终止此人进入金玉旗下任何公司，同时跟和金玉有合作关系的各大公司打声招呼。总助点头，明白。我立刻跟进。我靠在我爸爸胳膊，谢谢爸爸，敢欺负我女儿，我要她在 A 城直接出道。哈哈哈，爸，我教你的网络用语不是这样用的啦。另一边，我在群里看到宁玉那边的 party 接近尾声，也准备离开。果不其然，在中间的望江观景台上，我同他们浩浩荡荡一群人碰面了。宁玉扬起下巴，乔维，今天打工的感觉还好吧？特意租了高定礼服，也是难为你了。租？亏你真敢说。他自顾自地继续，没来过这种高级的星级酒店吧？也蛮难怪的。虽说都是同个宿舍的，你没送我生日礼物，不是你的错。毕竟你挣几个钱也不容易，大家说是吧？宁玉笑里藏刀，看得出来，他很想用装作云淡风轻的模样，狠狠扳回一局。他这话一说，其余同学的立即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。顾影峰也露出我早就猜到了的神色，我却没有被他激怒。哎呀，你那个富得流油的哥哥，
今天好像并没有来参加你的生日聚会哦，说好的介绍给大家伙认识呢。丽丽，是啊是啊，难不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哥哥吧？他慌了一瞬，然后道：我哥哥确实来了啊，他说一会就过来。这时有眼尖同学看见了对面走来的宁艳里，男人身上的非凡气质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。他和助理说着话，并没有注意这边，目测是要离开。那个是财经杂志上的商界大佬宁艳里，听说他年轻轻轻就稳坐现代集团的一把手，超牛批的。现代集团？是啊，现代集团去年现代行业排行榜全球第3名呢。张亚立刻化身小迷妹，哇，宁玉你哥哥原来是宁艳里啊，只不过同个姓氏，这都能猜，我简直要惊掉了下巴。宁玉没否认，看到我惊讶的反应，他显然很满意。我哥哥很忙的，日理万机，有机会我会让他请大家聚餐，当然我还是不会邀请某些人，这就是向大家暗示宁艳里就是他哥哥。这时我看见顾影峰牵着他的手收紧了些。是吗？我笑了，扬声朝宁艳里招手，哥哥，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同学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乔伟脸皮好厚啊，别人的哥哥都敢叫。宁艳里停住脚步，朝我们这边走来。我小跑过去，挽住他的胳膊。艳里哥哥，想不到我同班同学是你妹妹啊。我抬头，只是对上他深邃的眼。宁艳里立即明白了状况。妹妹？顾影峰紧紧皱着眉，看着我和宁艳里挽在一块的胳膊，而他身旁，宁玉腮红都遮不住他此刻发白的脸色，雕塑似的凝固着。这时，顾影峰忽然抬手，对宁艳里伸手道：您就是宁玉的哥哥吧？初次见面，我叫顾，自我介绍就不必了。我过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。宁艳里轻蹙眉头，我家中没有任何妹妹，不要乱认亲戚，一旦激起千层浪。同学们的表情精彩万分。O 型嘴重出江湖，我去，厚脸皮的原来是宁玉啊。低头看我时，宁艳里神色柔和下来。乔维是我世家的妹妹，如果非说有的话，也只有她一人。宁玉不可置信的眼睛朝我看来，说着，宁艳里对我笑，帅呆了一众女同学。她说：我还有事忙，维维，一会微信联系。顾影峰嗫嚅，乔维，你，我看都没看他。原来厚脸皮的是宁玉啊，都是你们猜的，我没说我哥是宁艳里，你们自己要乱猜。宁玉的火冲着围观群众一通乱发，人群中有抱怨的声音：什么啊？要是不是的话，你自己不会说一声啊？自己故意，不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误会的啊？吴语他妈给吴语开门，吴语到家了，其余附和。就是啊，自己虚荣作祟。我虚荣什么啊？我爸在老家是首富，我哥哥是金玉这边的高管。宁玉语气并不如一开始那般盛气凌人，有点乱了阵脚。乔伟，就算你是宁艳里世家，也不用嘚瑟，我出身也不比你差。下一秒，宁玉的真哥哥来了。宁玉抓住救命稻草似的，哥哥，这边。同学们半信半疑的眼神随之看去，一个穿西装打领带，耳朵别着麦克风的男人走了过来。我也看了眼，这人我熟啊，这不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宋经理吗？真的是。宋经理原本也在跟宁玉招手，下一秒他看见我，神色立即变得毕恭毕敬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乔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同学们头顶仿佛出现无数个问号。我来参加伯利晚宴啊。宋经理，那您辛苦了，包包我帮您拎吧。我笑了笑，
在众人的视线中，把包包递给他。行，那你帮我拿着吧。这时，宋经理才看向宁玉，对我说：“你和乔小姐认识？”丽丽适时开口：“是呢，你妹妹刚才说乔伟舔着脸来这儿呢。你做哥哥的不管教管教。”宋经理一惊：“真的假的？”小妍也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我都录音录下来了呢。”小妍话不多，直接放出了录音。没来过这种高级的星级酒店吧？也蛮难怪的。宋经理和气的脸色大变：“乔小姐，我表妹不懂事，我代她向您道歉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她计较。”宋经理说话时还着重强调了“表妹”二字。行吧，你记得好好管教她。会的，会的。这一幕让宁玉半晌才说出话：“哥，你用得着这样吗？难道她是你的再生父？”宁玉，你闭嘴！乔小姐是金玉集团的千金小姐，这伯利盛典酒店就是她家的，她在这里是理所当然。你听听你说的那些话，我这个做表哥的都觉得丢人。还有，乔小姐肯让你在这里举办生日聚会，没把你轰出去，都是她大度了。听到这酒店是我家的，同学们的脸色都变得非常之不自然。我淡淡一笑：“所以现在你知道我来没来过了吧？”宁玉眼神躲闪。我继续：“哦，不过你说我在这里挣钱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，这确实没错。你来这里开 party 的钱，大部分都是进了我家的口袋。谢谢了啊。”事已至此，宁玉牵着顾影峰的手转身就走，脚下的恨天高在地上撞出巨大的声响。顾影峰频频回头，脸上是极度难为情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的神情，搞笑得很。我全然好似没看见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宁玉表哥的赔礼道歉，心里数着数：1秒、2秒、3秒。礼仪小姐微笑着拦住宁玉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里是贵宾专属电梯通道，普通客人的电梯在另一边。”宁玉，你这是歧视？电梯难道还分高低贵贱啊？宋经理飞快跑过去，声音带着隐忍的怒火：“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，这边不是你们能坐的电梯。”我慢慢悠悠走过去，宁玉气冲冲的和拉着顾影峰往反方向走去。礼仪小姐姐对我露出灿烂微笑：“乔小姐，你里面请。”我对其他同学说：“大家就在这边坐吧，空间大，等的人少，不用再绕到那边去了。”宁玉，我就不放心，我是说你们2个除外，因为我笑笑说：“你们不配。”除了宁玉的好姐妹张亚没有倒戈，其他人都跟着我坐贵宾电梯。众人欢呼：“谢谢乔维，乔维人也太好了吧！”此起彼伏的感谢声响起。到了酒店1楼大厅，我转过身，对原本参加宁玉的生日 party 的同学们道：“各位同学，我给大家每个人准备了1袋伴手礼，下次有机会，希望大家继续光临我家的酒店哦。”这些同学好些个纷纷露出了羞愧难当的脸色。宋经理叫人把礼物分派完，此时坐普通客梯下来的宁玉和顾影峰以及张亚3人才到。丽丽凑到我耳边：“注意看，小细节，渣男不牵宁某人的手了，真想采访他牵了个假公主，连带着被打脸的滋味好不好受？”我慢悠悠走了出去，已经有专人把我那辆纯白高奢的劳斯莱斯开到了酒店门口。但我偏不上，就是玩儿。张亚出来看到那辆车后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哇塞，我就说是劳斯莱斯。宁玉的爸爸其实也挺好啊，给自己女儿送了辆劳斯莱斯。众人原本带着鄙夷的目光，又不由得泛起了羡慕的光。
虽然刚才被狠狠打脸了，但他家归根结底应该还是有钱的吧。劳斯莱斯两旁的后视镜绑着2条酒红绸条，这时我当时提车的时候，店里的人绑上的，我开了没几次就没拆。车身在灯光下熠熠发光。宁玉回头看向同学们，他高傲道：“原本还想以后经常带你们去兜风的，现在想想还是算了。我的车，你们这些墙头草没资格坐。”张亚、影峰，我们走。张亚欣喜万分。好，说完，他又撒娇似的对顾影峰说：“影峰，你来开，我车技不熟。”顾影峰脸上终于又泛起了笑意，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他说：“行，钥匙给我吧。”宁玉，钥匙应该在车上吧？随后，宁玉伸手拉我的车门，却怎么也拉不开。我轻飘飘开口：“行了，别拉了，拉不开的，这是我的车，而且拉坏了，我不敢保证你配得起。”顾影峰僵硬转身：“乔维，这车也是你的？”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扫向了我。什么？这车是乔维的？我晃了晃手中的钥匙。不然呢？丽丽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乔维就是开这个劳斯莱斯载我和小妍过来的呢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就说嘛，刚刚宁玉被打脸了这么多次，劳斯莱斯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是撒谎精买得起的啊？还说什么不带我们兜风，这车都不是他的。宁玉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，眼神畏缩的看了我一眼。这次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爸是跟我说买了劳斯莱斯。我特别了然的点头，我懂，大家都明白的。你的车肯定又是在老家，因为你想低调没送过来。丽丽，是啊，我们都可以理解你的呢。有同学五官几乎都要挤到一块去了，憋笑憋的。这时，一个穿着顺丰快衣服的小哥走了进来，请问哪位是宁玉？宁玉有些欣喜道：“是我。”好嘞，你的车你出来马路边签收下吧，酒店这边不让送进来。张亚笑嘻嘻问：“是劳斯莱斯吧？”快递小哥一脸震惊地看过来：“什么劳斯莱斯啊？年轻人可真敢想啊！那是一辆白色电瓶车，运费是到付的，80块。你看看是微信还是支付宝？”人群中噗的好几声，众人终是没忍住，笑声冲出了天际。宁玉在涨红了脸色，脸色臭到了极点，在大家眼中俨然成了个笑话，简直了！这应该是劳斯莱斯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了吧？宁玉简直是刷新了我的世界观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真的一晚上憋了太多次笑了，人都要憋坏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在嘈杂的人声中，顾影峰羞愧难当，低声问我：“乔伟，那天你原本想给我的是伯利晚宴的请柬吗？”“是啊，不过现在已经撕掉了，这辈子你别再想了。”他急急地拦住我的去路：“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吗？”我抬手直接甩了他一巴掌，冷冷道：“你也配？滚！丽丽，你这个出轨渣男，少来碰瓷我们维维，快去坐你女朋友的电瓶车后座吧！”众人又是哄笑一团。我拉开了劳斯莱斯的车门，带着我的2个好友，干净利落开车离开了。回到学校，我已经一战成名，群里的风向变了。丽丽故意问：“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不？”“开心。”我们都收到了伯利酒店的 VIP 伴手礼。张亚冒泡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“就是我们后面不是和维维一起走了吗？他叫宋经理给我们每个人都送了一份贵宾伴手礼，有丝巾和杯子，还有兰蔻和金玉联名款的护肤小礼盒。”嘿嘿嘿嘿，宁玉的生日
参加 party 的人又不可能空手去，比起给别人礼物，大部分人更喜欢收礼物。那些伴手礼酒店有大把，对我来说不过就是顺水人情。宁玉给过他们的小恩小惠，顶多不过是在大学2年里请他们喝过几次奶茶，有的比吗？张亚，我去，竟然还有这种好事！是嘞，谁让你不和我们一起坐贵宾电梯，亏大发喽！从我回到宿舍以来，宁玉就一直拉着床帘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估计是没脸见人了。此时我故意扬声问张亚，需不需要？需要的话也送你一份。张亚语带惊喜，小声道：可以的吗？我确实想要。床帘里宁玉突然大叫：张亚！张亚急忙摆手：算啦，我不要了。他要不要我毫不 care， 反正让宁玉心里不舒服了，比什么都爽。群里还在热烈讨论着，其实乔维人还是挺好的，主要是有点外冷内热，只是看着不好接近而已。乔维不好意思啊，以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主要是有些人说你坏话，搞得我们先入为主，没想到你真的好低调，早就想说跟你贴了，呜。这时我把之前宁玉大言不惭的之3当3发言截图发到了群里，片刻后我慢悠悠地撤回，不好意思，手滑发错了。但群里已经炸了，宁玉这人有病吧，当小三也能自豪起来了。我靠，我这人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小三了。乔维你放心，下次见面我帮你骂死他。一时间群情激愤，如果说刚才大家是被我的超能力影响，那么现在他们就是真情实感的在唾弃这人本身。而我手机也接二连三传来了顾影峰的微信好友验证消息，我没通过。喂，我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，能不能找个机会我们见面好好聊一聊？我烦得要死，添加了他的好友，准备拉黑。下一秒顾影峰的语音通话就拨过来了，我正要挂断，忽然想到什么，我打开声音外放出来，里面传来顾影峰着急的声音：乔伟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不该听宁玉乱说一通的，是吗？他不是你的真爱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是我那时候头脑不清醒，听信了他的话。无论有钱没钱，你一直都是个很好的女生，是我的错，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回收垃圾，你这样的人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而我接这通电话没有什么目的，单纯只是为了让宁玉听见罢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听到他在床上哐哐当当地发出声音，像在泄愤，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过段时间就要被人们逐渐忘记。不，第二天，宁玉以连续数次撒谎被秒打脸的形象登上了校园论坛的热榜。话不多，总结能力一流的小严同学把事件的始末做成了清晰的思维导图，发在了校园论坛，标题是震惊，任何人不看这份打脸指南我都会很伤心的。 OK， 我的代号是平平无奇的乔同学，宁玉则是直接用的大名，毕竟他可是2重罪名呢，之3当3外加装逼怪。顾影峰当然也是里面的重要嘉宾，2个人都被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，里头还总结了之前宁玉对我大大小小的讽刺，配合着这份打脸指南使用，倍儿香。怎么会有宁某这种奇葩的人啊，简直就是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都踩在我的笑点上，哈哈哈哈！心疼这位乔同学，这个叫宁玉撒的谎简直就像是老母猪戴胸罩，一套又一套。这脸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呱呱叫啊！底下还蹦出了几个
我高中的校友，根据关键信息辨认出了我就是那个乔同学。真的，虽然这个女的被打脸特别搞笑，可我特别心疼我们高中校友乔同学。当年我和他一个高中，他有钱，但是特别低调。有2次学校里的同学生重病进了 ICU， 乔同学二话不说就捐了100多万，帮同学度过了难关。是啊，而且乔同学成绩也特别好，没想到他竟然会遇到这么奇葩的舍友，太心疼了。我高中和乔同学同个班，但是不熟。但是每次乔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进口水果和零食都会分给我们吃，支持乔同学。还有的是骂渣男的，还有那个叫顾影峰的傻逼男，又渣又傻。有福之女不如无福之家。恭喜乔同学扔了垃圾凤凰男。我是和顾影峰同届的。我来说个搞笑的，我家是表行，我一眼就看出装逼女送他的卡地亚手表是假货。他前几天天气冷的时候还故意穿短袖秀出来，我和我宿舍的哥们都笑疯了。那个绿茶女之前还追过我们系里的富二代，可惜人家看不上他。那哥们当时还说羡慕顾影峰的女朋友呢，长得漂亮不说，绩点又高，国奖拿了2年，优秀得一批。在网上，这2人干的龌龊事无所遁形，被扒了个底朝天。一定意义上，宁玉实现了他万众瞩目的愿望呢。顾影峰虽然没有拓展什么人脉，但成功让更多人认识到他了呢。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呀，嘻嘻。我安心睡了个午觉，醒来时再拿出手机，好友群和系群里信息又爆炸了。喂，宁某人今天的精彩事迹你看了没有？什么？那个帖子吗？我看到了。不是啊，哈哈哈。他爸今天来学校找辅导员了。哦，来给自己女儿申冤吗？有点意思。依稀记得宁玉说他爸在老家是首富，我可不怕。我爸认识好几个校董，横竖不过是打个电话的事，不是申冤。他平时不是还挺大手大脚的吗？原来是他上大学前，他爸爸中彩票中了300万，本来是存在银行卡里，打算有需要的时候才用，但是被宁玉偷偷取走，拿去用了。哦，事情的走向更加搞笑了呢。真想看看顾影峰此刻的表情，他以为自己攀上了千金小姐，其实就是个偷彩票钱花的不孝女呢。你知道他爸说什么吗？我一个当年级干部的同学在现场差点没笑死。丽丽开始模仿，300万被你花的只剩10万，你才拿回来，家里这么多开销，都指望这10万块买菜吃饭，你还逼着我给你买什么劳斯莱斯，说我给你买的电瓶车丢人，我怎么会生了个你这么虚荣的女儿？而且我听你表哥说了劳斯莱斯的价钱，你是真敢想，你爹我就算卖100个肾我都买不起。还有啊，说实话，你要不是我女儿，我早就报警抓你了。我听完就一个反应，本来以为已经够离谱了，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种大跌眼镜的事，果不其然，被校友们自动搬运到了宁玉专属的打脸贴中。众人纷纷感叹，这个老父亲可真惨，摊上了这种败家女儿，他自己作孽太多，名声闻名全校了都。利用舆论攻击别人的人，终究会被这股力量所反噬。我收拾着东西，准备离开这个宿舍，我也不打算住了。正当我收拾着行李，宿舍门被砰的一声关上。宁玉回到宿舍，愤愤地盯着我，姓乔的，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哦，活该。我说，他失心疯似的，现在你就满意了？我淡淡道，请问
哪一件不是你自作自受？他说话支支吾吾，但你网暴我，你这是不对的。呵呵，我网暴你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再说这种事我根本不用下场，目睹你翻车的观众有这么多，他们不会上网打字吗？我语气平缓，微笑着道：以前不对付你，是我觉得跟你这种人计较很掉价，没想到你是一天天地蹬鼻子上脸啊。说着，我朝他走近一步，宁玉后退了2步。你远在乡下的爸爸能在这个节骨眼赶到学校，又在疫情期间进来，还在这个偌大的校园里准确地找到辅导员的办公室，你觉得这只是个偶然吗？讲真，我也不知道他爸怎么找到的，但是看着他惊恐的模样，我不介意用这件事。宁玉睁大了双眼，你记住，我要对付你，手段远比发帖子这种单纯骂人的方法更实在，还想试试吗？他反应过来后，苦苦哀求，求求你了，乔伟，放过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造谣针对你的，求求了，怎样你才肯放过我？这时，张亚走进了宿舍，理都没理宁玉，讨好的走到我身边。哎呀，乔伟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搬出去啊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跟你说声抱歉呢。我冷淡的嗯了声，这墙头草我也不稀罕。他又问，要我叫点朋友来帮你搬行李吗？不用了，我爸会叫专人过来。宁玉整理了下表情，张亚，我让你帮忙带的饭呢？张亚嫌弃的翻了个大白眼，没有，自己买，我又不是你丫鬟。宁玉，不是张亚，你什么态度？我什么态度？对待你这种人，我就这态度。张亚说，还有，以后我们断绝姐妹关系，还想我给你做牛做马啊？这2年被你耍得团团转，现在和你走在路上，恐怕都是要被人扔臭鸡蛋了。宁玉，你这个贱人，穷逼，你没资格说我。张亚，你更贱，你爸在老家压根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，你偷拿了他中的彩票钱，挥霍装千金小姐，还逼着你爸卖肾给你买劳斯莱斯，还害得我都丢尽了脸。眼看他们就要打起来了，我悄无声息离开了宿舍，给他们腾让出位置，才好发挥嘛。第2天下午，我叫人搬空了我的宿舍行李，宁艳里也来了，他来接我吃饭。那天他问我谁欺负我了之后，我没忍住就跟他和盘托出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和他的关系密切了很多，动不动就找他微信聊天，他不忙的时候都会很快回复我。发现我以前就是对他有了长辈滤镜，其实他超级耐心听我讲话的，根本不会端什么长辈架子。宁叔叔，我一会就来，你等我一下哈。他说，不急，你慢慢来。可我才走出宿舍，就看见胡子拉碴的顾影峰的走过来。我这儿等了你一夜，我眼神都没有给他一个，他可真的是会自我感动。伟伟，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轻信了宁玉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打住？承认自己嫌贫爱富有这么难？可他打不住，一直跟着我来到了校门，嘴巴喋喋不休。宁艳里身穿笔挺的西装，气质金贵不凡，冷若冰霜的眼在看见我时染上了笑意。伟伟，我心情瞬间好了很多，顺势走过去握住他的手，男人温热的掌心包裹住了我的手。顾影峰追过来，死死盯着我和他牵着的手，脸色苍白，无力地嗫嚅着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与你无关。宁艳里牵我的手走过去，单手提起他的衣领，我舍不得碰一根头发的小公主，你怎么有胆子欺负的？说完，宁艳里松开他，他对身后的保镖做了个手势，
5大3粗的保镖立即把顾影峰挡在身前，抬手直接给了他来了一拳。他弱不禁风地跌坐在地，连连后退。2米身高的保镖，以后别再骚扰乔小姐，你连给她提鞋的资格都不配，还不滚蛋！我上了宁艳里的车，可男人握紧我的手没松，我心跳也有些不自觉加速了。叔叔，他松开我，笑笑，害羞，才没有啦，脸上有些烫。我忙转移话题道，那个阴阳，我的女生，他爸找来学校了。宁艳里点头，我知道，你知道。电光火石间，我想到什么，宁叔叔，是你把他找来的吗？不过也不能这么说，这位父亲一直想找他女儿。宁艳里淡淡脸眸，我只是顺手帮了他一把而已，是不是？我笑，对。说完，他揉揉我的脑袋，对于欺负你的人，我不会手软。后来的事，我也只是当笑话听。顾影峰毕业后在城混不下去了，我爸跟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都打过招呼了，他这个名字在行业内都臭了，没人敢收他。他在宿舍楼下当着所有人的面摔碎了宁玉送他的假表，然后灰头土脸地收拾行头回了老家。而宁玉自然在学校出了名，走到哪那里就是舞台，哪里就有目光。他天天藏在宿舍里不出门，还跟老师申请转专业，但他成绩又太差，挂科多，申请理所当然被驳回了。这酒店是我老爸的金玉集团旗下的品牌。闹剧结束了，我的生活依然在继续，只不过身边多了很多巴结我的人，我统统不予理会。与其在外在赋予的光芒和声音中迷失自我，我更希望我有拿得出手的能力和成绩，有立身之本，这才是我乔伟。半个月后，在我生日那天许愿之前，我悄悄瞥了眼沙发上的男人，然后闭上眼，许下我的生日愿望。别墅僻静处，宁艳里问我刚刚许的什么愿望？不告诉你，这是保密的，说出来可能就不灵验了。他笑，深邃漆黑的眼望着我，那不一定，也许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实现。想要一个帅气成熟、体贴温柔的男朋友，其实不是的，我许的是，我想要宁艳里当我的男朋友。他朝我走来，考虑下叔叔如何？我喜上眉梢，点点头。他伸手揽过我的腰，吻了下我的唇。别只点头，说话。好呀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